当我拿到剧本的时候，我需要把我的脸带入到她赫斯木身上的时候，我就是有点慌的。刚开始你会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就像我小时候可能去看一个20多岁的姐姐，好成熟，好有魅力啊，我也想成为像她一样的人。还想演一个从来没有演过就比较过瘾的一个角色，因为自己本身有了影响力，那我怎么去充分的利用这个影响力，想要传达给他们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本尊就站在这儿，你若能杀得了本尊，来杀便是。本尊还以为你会有更精彩的一面。入戏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其实它的设定就是没有五感的鬼王嘛，那演绎这种感官上的真空感是如何去把握的呢？其实在我拿到这个项目之后，我有第一时间去读了小说，后来又给了我几集剧本，然后我感受了一下它在我心中的一个形象会随着我提前做好的这些功课会逐渐丰满嘛。当我拿到剧本的时候，我需要把我的脸带入到赫斯木身上的时候，我是有点慌的。但是后来我就去想我该怎么去做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婴儿的状态会更能让观众感受到赫斯木他每次拥有某一种感觉是怎么个表现的方法。就比如说像触感，那就是婴儿抓玩具，所有东西都要就是那吃一下，对的，要尝一下，感受一下那种感觉，嘴巴去感受，那个应该就是赫斯木有的味觉。对，就是所有东西都想要尝一下，都想要吃一下。那抓东西其实也是一样，我觉得婴儿这个状态可能会更加能够让我很快的带入到赫斯木他拥有五感的样子，因为他有五感之后，其实他对这个世界都是充满了新鲜感的，第一次感受到。你刚刚说到一点，就是说拿到剧本看完之后，刚开始有点慌，那个慌的点在哪呢？其实有好多挺难演的一些部分。他在归墟当领主的这个位置，比如说他在给所有的众灵们开会的时候，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你要自然的去展现他这个身份和地位。还有就是比如说他生气，他得有一个度，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人。很多场戏包括一些武戏啊，又跟导演去沟通，有太多难的地方了。还有就比如说像打架，因为他没有五感，所有人都去要把他打死，然后争取王座的那一场戏，作为时代唯一一个出现的灵力非常强大的领主，那他没有疼痛的时候，他该怎么表现疼痛？对，这个是一个很难的。对，所以就拿到剧本的时候慌的点就在这儿，就是有太多的东西你要去思考该怎么去表现。那在实际拍的过程中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自己的信心和自信的？除了做好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之外呢，到了现场，我觉得要去跟我的对手演员还有跟导演去沟通。这个时候很多要去听取旁人的一些建议，会让我能够更加知道大家心中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像比如他有执念一样，我们演员作为表演者本身存在，他也是有执念的。就我们有的时候会想，他就这一种方法，没有别的方法了，就可能就会死脑筋，就想不出第二个、第三个这种表演路子出来。但是我觉得听取大家的建议，去吸收，更好的去融合自己的想法，是一个很好能够让我在现场放松下来，并且很快进入状态的一个方式。对于贺小小绿茶阶段这个人物状态，你是怎么去揣摩把握的呢？也挺反差的，其实。谢谢你姐姐，民女名叫贺小小，如今我和弟弟身体虚弱，想在府上多住几日，可否请姐姐禀告将军通融一下？作为领主呢，赫斯木本身的话，他是一个对于所有的事情都已经看倦了，他是这几百年都一直在这等着的，对他来说可能就一晃而过，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对于赫斯木来讲，他更多的是非常冷静、非常沉着。我对他的感觉是一个老人，但是对于贺小小来说呢，他是要去像一个未成年的一个小孩，他要去模仿一个大人的样子。在贺小小阶段，他是一个需要去演的状态，戏中戏的感觉那种演绎，尤其要呈现他可爱的状态，这个度的把握，当时会有纠结，会有担心吗？不会，因为其实做好了一些充足的准备，然后自己也能够想得到，就是我要怎么去演的话，其实还好。其实是沉浸在戏里面。拍完过程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呢？我在为段旭这个人物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发现了我自己性格当中比较接近段旭的这一面。拍前我就憋气，真的看上去被人掐了很久的这种感觉。演员还是要适当的受一些刺激，这不是说吃苦，我觉得这反而能够帮到你的表演。我从未信奉过任何一个神，在所有的泥沼中，都是我自己把自己拉出来。
Hello， 入戏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陈飞宇。为了段旭这个角色做了哪些特别的准备呢？外形上进行了一些改变。首先就是我一直在不停的健身，希望自己在《白日提灯》这部戏当中，就是我的肌肉维度能大一些。因为段旭这个人物他本身是一个武将，哪怕我们在原著小说里面，外人对他的看法觉得他是一个文弱的书生，但是我希望当他脱了衣服以后，他能够展示的是一名成熟武将的身材。不管是从我自己本身的这个体格，还是从我们剧组给我设计的这些由不同形状武器造成的这种伤疤，都是能够侧面的去向大家展示段旭这个人物，他作为一个少年将军的个人背景。大家都说那个段旭是一个阳光疯批型嘛，你自己认同吗？我挺认同的，我觉得这个词也是挺精准的，能够描述段旭这个人，因为他外表看起来很阳光、积极向上，他的疯批其实就是展现在他为了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上所显现的那一副模样。那就说他是有点自毁式的这种，可以用自己的性命来当赌注的一个人。段旭其实他是一个又疯又狠的角色，呈现这个角色的时候，有没有和以往来说不一样的体验或者挑战呢？段旭这个人物是个复杂的人，我说的这个复杂不仅仅是说他的人物背景，更复杂的我认为是这个人物的内心。我作为一名演员，我在为人物做准备工作，在做案头工作的时候，我会有写人物小传的习惯。撰写这些人物小传的过程当中，是在为我自己的表演寻找支点，而且我觉得演员的信念感就是在准备工作当中所建立的。我在为段旭这个人物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其实我找到了很多的支点，不仅仅是落实在文字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看到的我自己的变化，发现了我自己性格当中比较接近段旭的这一面。我认为表演有的时候是需要克制的，有的时候是需要释放的。那可能我自己在过往的人生经历当中没有那么多的释放的机会，饰演段旭这个人物呢，其实也能让我自己去释放我性格当中没有释放过的一面。觉得这个也是做演员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对，我那天看到就是有一场那个沐浴戏的花絮，间隙的时候都在现场锻炼充血，是不是？对对对，因为我其实拍了不少这种脱衣服的戏，对，多少了解一些怎么让肌肉快速充血的办法。所以我在拍《白日提灯》脱衣服这场戏之前，我说其实我是会很认真的、很充分的去准备，肯定还是希望能在戏里面能够呈现一个最好的结果。其实拍第一场脱衣服的戏到第二次拍脱衣服的戏中间还有7天的时间，这7天的时间我也是一直不停的在控制自己每天摄入的盐分，然后摄入的水分，就希望能够脱下衣服以后能够展示一个很好的一个武将的一个状态。哇，真的为了这个呈现最好的效果，真的背后付出了好多。应该的。你到底是谁？段旭。剧里面其实它有很多那种情绪张力非常强的戏份嘛，你是会更多靠现场一个真实情感去表现，还是说会有一些前情的设计呢？我每次都是先从这场戏的规定情境入手，然后再配合对手演员的动作。比如说热巴前2天有场戏，其实就是热巴隔空掐着我，这种规定情境内其实还是要让观众看到你最真实的生理反应。所以开拍前我就憋气，真的看上去被人掐了很久的这种感觉。演员他不光得内心有，不光内心要理解这个内容，你还要外化出来。对，各种戏其实都有各种戏的演法，各种戏也有各种戏去外化的方式。就是很多戏发现你的眼睛里面都充满了红血丝，长时间的你看一个特别亮的地方，真正的是给你带来生理上的一些反应。前2天我说放点血浆到底不能真的说把自己眼睛打成那样，你还是需要靠一些外部的这个，比如说血浆啊这些道具去呈现你的模样。就前天有个花絮，就看到你自己往那个眼球里面涂那个血浆，自己当下那个生理感受怎么样？稍微有点杀眼睛，你看到的世界是一片通红，就像我们剧里拍的那个主观镜头一样。演员是在适当的时候需要受一些生理上的刺激。